在东京新宿的霓虹灯下，铃木太太第3次删除了给丈夫的留言，手机屏幕映着她犹豫的脸，屏幕上今晚加班不回家的字样，像一片阴影笼罩着即将到来的结婚周年夜。这个场景在全球无数个城市的角落同步上演，如同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现代亲密关系中最隐秘的困境。当亲密变成模糊边界的借口，当依赖异化为吞噬独立的黑洞，爱情的沙漏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失细沙。我们不妨从3个维度剖开这层情感迷雾，探寻关系崩塌的底层逻辑。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里，常驻的心理咨询师安娜曾接待过一个典型案例。妻子为陪闺蜜改了结婚纪念日旅行，理由是闺蜜刚经历离婚，更需要陪伴。这个看似充满同理心的决定，实则是对伴侣时间边界的暴力重构。神经科学研究表明，人类对既定日程的期待会激活大脑前额叶的愉悦中枢，临时变卦则如同突然切断电源，导致情绪中枢的应激反应。就像案例中丈夫的愤怒，本质上是身体在为被侵犯的时间主权发出警报。这种对时间边界的漠视，在东亚家庭尤为普遍。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调研显示，62% 的已婚女性会优先满足朋友或亲属的临时邀约，而擅自调整夫妻约定。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家人永远有时间，却不知每一次随意的改期，都是在伴侣心中埋下一粒失望的种子。东京大学的追踪研究发现，频繁变动亲密关系约定的伴侣，3年后离婚率比对照组高 37%。 那些被轻视的下次再说，最终会变成关系破裂的导火索。在首尔江南区的高级公寓里，智能家居系统正在记录着夫妻的每一个动作，冰箱的开关次数，浴室的水温变化，手机的充电时间。这种看似科技感十足的生活，实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隐私战争。上海某律所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因监控设备侵权起诉的离婚案件同比增长 112%。 那些藏在路由器里的摄像头，装在手表里的定位器，正在将婚姻变成数字化的牢笼。心理学中的心理围栏理论指出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片禁止踏入的草坪，即使最亲密的人也需要获得准入许可。就像伦敦那位因妻子翻看日记而搬去书房的作家，他在扉页写下，爱不是阅读彼此的灵魂，而是尊重灵魂的封皮。当我们用我这是关心你为借口，强行打开对方的隐私抽屉时，其实是在用爱的名义实施情感殖民。柏林自由大学的实验证明，持续被侵犯隐私的个体，大脑杏仁核的活跃度会提升 28%。 这种长期应激状态，正是亲密关系慢性死亡的催化剂。在米兰的时尚圈流传着这样一个黑色幽默：某超模在秀场对助理温柔有加，却在回家后把高跟鞋砸向丈夫。这种对外人温和，对家人暴躁的情绪双标，本质上是将亲密关系当成了情绪垃圾场。芝加哥大学的情绪研究实验室发现，人们对家人发泄负面情绪的频率是对陌生人的 5.8 倍，而这种情绪特权带来的伤害，需要7次积极互动才能修复。
东京的情绪账户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庭采用。夫妻各自拥有一个情绪银行，存入温暖的瞬间，支取负面的情绪。当支取超过存款时，关系就会陷入赤字。就像大阪那位每天记录情绪收支的主妇，她发现自己连续3周对丈夫抱怨超过20次，却没有一次正向反馈。这种失衡的情绪流动，让婚姻变成了充满怨气的沼泽，而不是滋养心灵的绿洲。在洛杉矶的好莱坞派对上，酒精与荷尔蒙编织着无数关于亲密的谎言。年轻男女误以为肢体的纠缠就是心灵的共振，却不知在神经化学层面，激情之爱分泌的多巴胺只能维持18至30个月。纽约时报曾报道过一个极端案例，某对夫妻保持着每周4次的性生活，却在离婚时承认从未真正了解过对方。这种将亲密等同于性的认知，就像把花瓶当根雕，只看到外在的装饰，却忽略了内在的根基。性学专家海蒂在《海蒂性学报告》中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：73%的女性认为性爱中的情感交流比性行为本身更重要。这意味着，当我们用身体的靠近代替心灵的对话时，其实是在进行一场南辕北辙的亲密实验。就像巴黎的午夜咖啡馆里，那些用热吻告别却转身忘记对方名字的男女，他们在生理的狂欢中离真正的亲密越来越远。在新加坡的祖屋里，35岁的陈先生每天仍需母亲准备早餐。这种妈宝男现象的背后，是亲密关系中共生情节的极端表现。心理学中的共生理论指出，过度依赖的一方会将伴侣异化为情绪期待，就像藤蔓缠绕大树，最终导致双方窒息。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的调查显示，妈宝男家庭的离婚率比普通家庭高 41%。 那些我离不开你的甜蜜誓言，往往是关系走向坟墓的入场券。东京的情感断奶疗法正在帮助这类家庭，让成年子女尝试独自生活1周，记录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。当陈先生第一次自己煮出家生的米饭时，他突然理解了妻子多年的委屈。这种与共生关系的剥离，就像给过度缠绕的藤蔓剪枝，虽然阵痛，却能让树木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。在悉尼的科技园区，某 IT 精英为妻子安装了智能管家系统，能实时监测他的心率、步数，甚至微表情。这种看似贴心的关怀，实则是信任危机的数字化表现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表明，伴侣间的监控行为每增加 10%， 双方的信任感就会下降 18%。 那些闪烁的监控屏幕，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，让爱情变成了充满猜忌的决斗场。柏林的信任账户概念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思路。夫妻每周进行1次无理由信任存款，比如主动分享一个秘密或交出手机使用权。这种主动暴露脆弱的行为，能有效提升情感安全系数。就像汉堡的一对夫妻，他们在客厅设置了信任盒子，每天放入一件能证明信任的物品，可能是一张旧电影票，也可能是一句暖心的留言。这些微小的举动正在重新浇筑被监控侵蚀的信任基石。在哥本哈根的婚姻实验室里，墙上挂着一幅特殊的地图，
夫妻各自的心理疆域用不同颜色标注，重叠部分是共同领地，边缘则是不可侵犯的私人空间。这种情感护城河理论主张用温柔的边界守护亲密。实验中的夫妻被要求每天设定30分钟神圣不可侵犯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即使对方敲门也有权不回应。3个月后，他们的婚姻满意度提升了 54%， 因为他们学会了像尊重艺术品一样尊重彼此的独立。京都的帐子门哲学为边界艺术提供了东方智慧。帐子门上的格子既分隔空间，又让光线穿透。正如亲密关系中的边界不是冰冷的阻隔，而是温柔的筛选。就像大阪的一对夫妻，他们用不同颜色的便签区分共同事务和个人事务。红色便签代表需要共同决策的事，蓝色便签则是各自的自由领地。这种可视化的边界管理，让他们在柴米油盐中依然保有属于自己的星空。在维也纳的爱乐乐团里，首席小提琴手与大提琴手是一对夫妻，他们在舞台上默契配合，在生活中各自深耕专业。这种灵魂伴侣模式诠释了亲密关系的最高境界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2个人进行深度思想交流时，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会产生同步震荡。这种神经共鸣带来的愉悦感远超生理亲密的刺激。这也解释了为何苏格拉底与妻子赞西佩的哲学婚姻能跨越1000年，成为灵魂共振的典范。东京的深度对话俱乐部正在推广一种新型沟通方式，夫妻每周进行一次灵魂问答。问题包括：如果人生重来，你想成为谁？你内心最恐惧的失去是什么？这种触及灵魂的对话，能让夫妻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，重新发现对方的星辰大海。就像参与实验的一对夫妻，当丈夫听到妻子说我害怕失去的不是婚姻，而是那个不断成长的自己时，他突然看到了结婚10年从未见过的光芒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舞池里，舞者们用身体诠释着亲密与独立的完美平衡。他们时而靠近，时而分离，却始终保持着优雅的张力。这种探戈哲学同样适用于婚姻。进与退的节奏决定了关系的生命力。纽约的婚姻咨询师推荐了一种亲密温度计工具，夫妻每天用1至10分评估彼此的亲密度和独立需求。当亲密度高于8分或独立需求低于3分时，就需要调整相处模式。京都的4季婚姻论则用自然法则解读关系平衡。春天播种共同目标，夏天享受热烈亲密，秋天收获各自成长，冬天进入休整期。就像奈良的一对老夫妻，他们在樱花季一起旅行，盛夏各自参加茶道和花道课程，秋天分享收获的感悟，冬日在暖炉边读各自的书。这种顺应生命周期的相处方式，让他们的婚姻历经50年仍如陈年美酒，愈久弥香。站在时间的渡口回望那些历久弥新的爱情，从来不是靠消耗彼此来维系，而是像2棵并肩的红杉，根系在地下相互缠绕，枝叶在天空各自舒展。当我们学会用边界守护独立灵魂，用深度对话滋养亲密关系，就能在婚姻的长河里遇见那个既熟悉又新鲜的爱人。毕竟，真正的爱情不是相互燃烧的火焰，
而是两颗恒星在宇宙中保持着完美距离，彼此辉映，永不陨落。在这个速朽的时代，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宇宙，也能在对方的星空里看见永恒的光芒。